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草。这部要介绍3.16的新的技能能量之刃，整套造价可贵也可便宜，贵就贵在加力量和智慧的人格分裂。不装人格分裂的话，其实伤害也还不错。可以看画面中我把人格分裂拔掉，打绝心9的圣战君王的影片。这个流派整体的伤害和坦度都比猎锤 COC 高了不少。不过这个流派的理解必须要深一点，有蛮多的小细节要注意。首先介绍一下能量之刃这个技能。使用这个技能之后，人物的能量护盾会变成一半，然后获得一把只有闪电点伤的武器。不管你本来是装什么武器，单手武器就变成只有电点伤的单手剑，而双手武就变成双手剑。变化前的武器拿什么都一样，就算你拿复制武器也是和路边捡的白装一样。放了技能之后，也都是只有电点伤的武器。之后配合判官的升华、美德里的战法，让武器上的闪电点伤也能让法术吃到，所以就出现了西游系的这个流派。在选择法术技能的过程中，有试过冰霜脉冲，也有试过人手网上最多人用的电弧。清怪效果是电弧最优秀，而打王伤害是凛冬之眼最高。不使用冰霜脉冲的原因是，用冰霜脉冲需要塞2颗传奇珠宝出血，可是这个流派的抗性非常的吃紧，必须要用珠宝来补一些元素抗性，所以最后舍弃了冰霜脉冲，而选择了凛冬之眼。COC 伤害的部分我不是很会算，前面打各种王的影片都有了，伤害高不高就看你们自己认定。而生存方面我就要讲一下，因为要让影片好看的话，就不会剪进各种包庇翻车的片段，所以别傻傻的看影片好像很猛很厉害，就疏忽了角色的生存能力。尤其像类似闪现打击的流派，看起来刷图又快又猛又潮，可是死了几百次几千次你也看不到。总之在要求伤害的情况之下，生存能力也是很重要的。话题带回来，这只角色开了7个光环，在防御方面的光环开了坚定、优雅、纪律和反抗之旗。纪律就不用多说了，撑高能量护盾可以提高能量之刃的伤害，也可以提高本身的生存。而坚定、优雅和反抗之旗就是对护甲和闪避。这只角色在喝水的情况下，护甲有23000，闪避则来到3万，配合腰带的巨源之环和众神殿的效果，直接免疫冰冻、点燃以及感电。相信相较于其他流派来说，已经是生存很好的一个流派了，而且伤害对我而言也算很不错。那接下来就进入装备的环节，除了武器是技能变得能量之刃之外，绝大部分都是使用传奇装备。头盔暗眼之冠附魔凛冬之眼，增加12%频率的发射投射物。如果是使用电火的话，可以选择连锁加1。衣服使用象牙塔，有钱的话可以收投射物+2的瓦池。我收了几件来瓦，除了加1大抗就直接用了。毕竟一件也是要好几十吸。手套、腰带、项链都是经典的堆能力套装，就无脑的撑各项能力值。有的涂上了原始精神，这个天赋给了20%的最大魔力以及加20的力量和智慧。最重要的是，若过去10秒内你有使用魔力药剂的话，每次攻击击中时获得4点魔力，而且有也很便宜，算是 CP 值极高的一个天赋。盾牌使用元素的庇护，也是贫血流派的专用盾牌。全身上下只有2颗戒指和鞋子是黄装，这里有很重要的细节，请注意一下。首先是智慧的属性是每5点加1%能量护盾，而手套的效果有每10点力量增加1%能量护盾，所以力量和智慧对这个流派非常的重要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戒指和鞋子都拿到高额的力量和智慧是最好。可是由于我们几乎都是传奇装备，所以抗性的部分也非常的吃紧。这里我就舍弃了鞋子的能力值，专心的挑选抗性。而戒指最好的是紫金戒指，这个流派的混沌抗性最好是撑满，因为穿了象牙塔这件衣服，混沌伤害会先由魔力扣除，如果魔力干掉的话，就算你能量护盾有1万也是会瞬间暴毙，因为混沌伤害会穿透能量护盾。而我的魔力量开完光环也只剩下1300多，不想要常常暴毙的话，还是建议乖乖把混抗推满，所以才会推荐用紫金戒指。持坠再挑力量和智慧高的，前缀再补上能量护盾或生命。这里为什么要补生命的原因是，因为象牙塔每100生命保留会加30的能量护盾，所以不管是生命还是能量护盾都是能撑就撑。戒指也可以使用蛇草，把蛇草放在右边的戒指栏位，这样子凛冬之眼就可以配合水世界打出很高额的伤害。装备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珠宝使用了2颗人格分裂，1颗加力量和智慧，1颗是加力量和能量护盾。最好的方案是2颗都加力量智慧，不过实在是有点贵，所以我1颗选择了力量和能量护盾。影片前面也有说明，就算不用人格分裂也是可以玩的，只是伤害略低了一点点，毕竟台服加力量和智慧的人格分裂很贵。
如果是在国际服的话，就可以很便宜的组出一套。而其他的珠宝就是补抗性和暴击加成。建议的属性是2条抗性加上1条冰冷技能暴击加成。看守之眼获得最大魔力的额外能量护盾这一条。有钱的话可以再挑其他也用得到的词缀。而盗贼的部分选择拯救阿丽亚，拿暴击加成和抗性。众神殿选择海洋王之魂的2秒免晕和免疫冰冻。赤神选择夏卡利减少承受的混沌伤害。而天赋专精的部分，在保留专精拿了30%的生命保留效用，能力专精则点了增加5%所有属性，以及每个配置的专精天赋加5点的智慧。这边的智慧要看个人的能力值去点，因为要搭配智慧比力量高才能免疫感电。如果是用2颗力量加上智慧的人格分裂的话，在天赋方面就不用点到这么多的智慧。而在暴击专精上面拿了对传奇怪物增加25%的暴击加成，能量护盾专精点了几率增加25%的魔力保留效用。闪避和能量护盾专精的这一点蛮重要的，30%的混沌伤害不会略过能量护盾，可以大量的减少混沌伤害对魔力的压力。而最后的抗性专精就是点抗性，如果你的装备够好的话，也可以点腐化之血这一条。整体的流派构造就是这样子，这个流派不适合拓荒使用，建议是先用自己熟悉的方式练高一点之后再转型。技能部分有很多官网都有瓦尔系列，像是瓦尔纪律、瓦尔龙眼护盾等等，打王或是危险的时候都可以开一下。平常刷图是一键旋风斩完成，打王的时候再放个奥数拉就好了。生存和伤害面来说是个体感很不错的流派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什么鬼东西啊！